广阔的天空，挣脱怀抱，张开了翅膀，我们飞向希望。就算跌倒，不怕嘲笑，继续奔跑。就算烦恼，不会逃跑，坚持到老。失去了全部，还有骄傲，我的人生我要自己去找。对酒当歌要深造，吹响青春季节号。年少的热情迎着风飘啊飘，我们前程知多少？吹响青春季节号，年少的热情迎着风飘啊飘。对酒当歌要深造，吹响青春季节号，年少的热情迎着风飘啊飘。我问前程知多少？吹响青春季节号，年少的热情迎着风飘啊飘。您好，坐。你们什么问题？婚内出轨。啊，哎，你就是约好5点的那个病人吧？啊，这是你的病历，叫姚申。这上面写着你患有多重人格障碍症，这在咱们国内很少见啊。这个还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哎，现在啊，咱们跟你体内的所有人都聊聊吧。啊，聊。这上面写着你有一重人格，叫王佳佳，1990年出生，西安籍的小姑娘。对，我是来自西安的小女子。跟你交往那段时间，我确实太过于自我为中心了，把好多本应该我承担的工作都推给了你，我也没做到换位思考。我觉得挺对不起你的，小王。对不起啊，小王。对不起。哎，我直接就是一顿电炮，然后他拉过来，嘣一脚踢你屁股，再拽过来一路啪啪啪。哦。所以刚刚那个是石虎哥，40岁的东北保安，非常有趣。哎，我说，要不然今天就算了吧，我累了，真的。别，还有一位啊，这位比较有意思，他叫黄大仙。谢谢医生。好，对，黄大仙是来了。老夫掐指一算，你今日必遭。你怎么在这儿？
焦虑症。是啊，跟邵浩分手后，我才发现我之前是有多依赖他。所有他之前替我做的那些工作，都兑回到我自己身上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忙疯了。我真的完全无法想象他之前是怎么样一个人处理这么多工作。一方面工作压力大，另一方面其实我也意识到我一直在，说白了我一直在占小浩便宜，所以真的很自责。那段时间真的是失眠、焦虑，一步步发展到了现在，居然来看心理医生了。没有想到你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跟你没关系，我自己的问题。后来我的医生跟我说你呀，要正视你之前犯过的错误，所以我就麻烦小好陪我来。这既是一种治疗手段，也算是我对自己的过去做个了断吧。但这次真的是最后一次麻烦小好了，给你添麻烦了，也让你担心了。啊？人家小好不告诉你，可能就是怕你误会呗。我们……你放心吧，我们没事。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好，照顾好自己。小好，再见。拜拜。你就别费劲解释了。如果我们只是普通朋友，那你又是跟踪，又是装疯卖傻的，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问得好啊，不久之前，有个人他教会了我一个道理，那就是人应该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他让我们变得勇敢、自信，可到了需要他勇敢面对的时候，他又变得犹犹豫豫。老实说，这让我有点失望。这个人就是这样，严于律人，宽于律己。那这可要改呀！改，会改的。快点改！快走快走，挺期待，咱俩挨着呢，你看。我也占位了，来了。真棒！老师这点儿，着什么急？咱们就坐这儿吧。今天是3方面的。对啊，3个。他们怎么换个衣服这么久啊？大概他们是想利用这个时间再捋一捋论点吧。但我怎么总是觉得那么心慌呢？小浩姐，放心吧，我们一定会赢的。可是我看这论点，总觉得变数太大了。来了。Hello，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行远杯3方辩论大赛的比赛现场。
让我们先来认识下各方辩友。首先是我们的甲方235辩论队，他们的持方是：人生路上先要学会拿得起。让我们欢迎他们。大家好，我是本场比赛的辩论解说老徐，我是大龙。今天由我们为芒果干视频平台的用户带来这场比赛的解说啊。现在正在介绍的是乙方，这个常年稳如泰山的南翔技校代表队，他们今天的持方是放得下。最后这个丙方呢，则是这2年圈子里的一支明星队啊，他们刚刚合并成为新的东泰大的辩论队，持方是随缘。这个持方啊，听上去我感觉就有一点问题，因为它好像很有道理，但是没有什么点。没错。下面让我们进入申论环节，我们先从甲方开始，每方共有3分钟的申论时间，可由任意辩手发言，一方申论30秒后，其余2方皆可按铃表示异议，争夺优先申论权，并接续发言，直到时间用尽。若2方同时按铃或没人按铃，则按照顺位甲、乙、丙发言。现在比赛正式开始。大家好，首先我们来理解一下这个辩题，什么是拿得起？是对我们能力的一种描述，拿得起这个，拿得起那个吗？显然不是。拿得起的真正含义是敢于拿起。人生路上的拿得起，就是敢于承担与挑战，敢于去追求自己想要追求的一切。想一下，这一路上不正是有那么多你想拿起的荣耀、责任和义务，才让我们在如此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披荆斩棘，走到了今天。那面对难题，我要一道道拿起来去解开它。第一次上台打辩论，要走上去不怕丢脸；当父母渐渐老去，我们要拿起家庭的责任；面对爱情，我们一定要鼓起勇气去追求，而不是屈服于自己的恐惧，用随缘之类的逃避行为为自己的平庸寻找借口。谢谢。就是这个点。这是个点啊，朋友们，这是个知识点。甲方一辩故意卖了个破绽给丙方，让他接招，这个非常有想法。但是，一旦丙方抢发言，第3个发言的乙方势必来反驳丙方来开场。那第一轮申论当中被集中火力的，就从甲方转移到了丙方。所以说，这个是战术选择非常关键。如果不抢，就麻烦了。行きましょう。乙方抢发言成功。想套路我们，没那么容易。甲方辩友告诉我们，人生要进取，要奋斗，要努力争取自己所要的一切，这都没有错。但是他们在偷换概念。总结一下，就是人生需要不断的去得到，而你们所谓的拿得起，都是为了得到更多。可是我们应该拿起所有，得到一切吗？对方辩友，您的名字叫贪婪。好厉害，一下子就把情绪都化解掉了。他这是一如克刚啊！而且得到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的担忧。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诗意，写满的是面对人生想得而不可得的无奈与心酸。得到是人生的常态吗？不，人生的常态是失去。我们一直在失去，失去时间，失去机会，失去我们所爱的人。而人生就是要让我们在这样反复的失去当中，去体会那份苦恼与困顿。所以，我们必须学会放下，学会放下，我们才能够把自己有限的精力和资源转移到人生更重要的抉择当中来。我们才知道什么应该拿得起，什么值得勇于拿得起，我们才有力量面对这个世界。甲方同学主张拿得起，催人奋进；乙方同学表达放得下，引人深思。而今天我方的观点是随缘。看上去我似乎应该直接坐下，至于输赢，随缘就好。没错。不对啊。可如果我坐等结果，这不叫随缘，这叫放弃，对吗？抛除宗教体系下的诠释，我们认为随缘不是不去做出选择，而是不去强行做出选择。因时因地，随机应变才是真正的随缘，才是有智慧的生活哲学。就好像我想吃红烧肉，可是食堂只剩地三鲜和宫保鸡丁了。甲方被我打车10公里去饭店吃，消耗时间与钱财。
一方面又告诉自己罢了罢了，但心里总归是有些失落怅然的。而我方认为，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我们首先要学会的就是在地三鲜和鸡丁中去选择口味还行的那一个，并且接受这样的选择。当你学会随缘，你既不会因为太想得到而耗尽心力，也不会因为被迫放弃而怅然若失。现实与理想得到了精妙的平衡，因为此刻的你明白了最重要的一个道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做特定条件下能做的事儿，这是人生真正的方法论。它同时攻赢了甲乙两方。对，一般来说啊，在申论第一轮，大家都会集中的反驳某一方来形成局部优势。但是东才这么玩，那岂不是给自己找麻烦？或者就是太自信了。像不像？暖暖，等一下。你觉得应该抢吗？我觉得他们不会抢。一队现在这么疏敌，最好的办法是扩大战果，让乙方比方先阐述。我们现在要争取最后一个发言，巩固环节优势。因此，今天我方的观点是：人生路上先要学会随缘。谢谢。我方刚才说过了，人生的常态是失去，而对于您方的随缘来讲，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缘不与我，我便放下。在您方红烧肉的例子中，我方不也正是放下了心头对于红烧肉的执念，把理性投注于眼下的选项中，才有了您方口中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吗？所以这是第一点，放得下是先决条件。一方昨天打了丙方，现在是出手的时候了。为什么？不应该是那两边互相撕吗？如果这个机会让给一队，他们很轻松就可以防守反击，抢了申论就等于抢了一队的分，明白吗？哦，明白了。对方面有说放得下是拿得起的先决条件，可是如果我什么都拿不起，该放下什么呢？两手空空放下的是空气吗？当我们站在起点彷徨的时候，不妨我们去看看人生的终点，试想一下。暮年时分，弥留之际，真正让我们可以从容的离去，可以放下的到底是什么？是我们拿起梦想后那满墙的荣誉，是我们拿起责任后如今的儿孙满堂，是我们人生路上一次又一次的拿起，才有我们回忆青春时候那一份份沉甸甸的安详。人生就像是一场通关游戏，有的关卡真的很难很难，有的敌人也雪厚防高，甚至对你一击必杀，你怎么办呢？乙方面有说放下吧，但这个游戏你不打便是。丙方没有说随缘就好了，打不过就是打不过。可是，我就是想去看一看下一关的风景，因为我知道，它就在那里。院子有种就记住。甲方辩手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打游戏。作为玩家，你当然可以选择跟一个敌人死磕到底。但作为子女、父母、职员、老板呢，我们真的可以不顾一切的去死磕吗？这世间种种的一切，会因为我想要拿起而拿起，想要放下就能够放下吗？那又何来求不得而放不下呢？随遇而安，因势利导，种豆南山下，不以物喜己悲，这才不是人生的消极，而是生存的智慧。把遵循客观规律混淆成随缘，太不要脸了。种豆南山下的陶渊明也好，不以物喜己悲的范仲淹也罢，这本就与我们少年的心境是不一样的，对吧？年轻人两手空空，想要去开拓、去创造、去拿起他们想要得到的一切，这很正常。乙方这是要联流抗曹吗？这不就在赞同我方观点吗？他们利用了我们的观点先做反驳，一来做了驳论，二来挑拨了我们跟一队的关系。这就是在给咱们戴高帽了，肯定还留了一手。可是人生的欲望就没有终点吗？我们痛恨得不到，也厌恶求不得。挑灯夜读，为什么我就不能考上心仪的大学？减肥挨饿，为什么我的体重依然不动如山？难道付出之后就不应该得到回报吗？看到了吗？心态崩了。你看吧，我没说错吧？如果说拿得起是在不断的构建我们的人生是加量，那么放得下就是在剥离人生的不值得是减法。这种剥离，这一句放下，让我们的人生变得简单而纯粹，让我们拥有了个性之美。但最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看清楚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人间值得。谢谢。
乙方主动抢了最后一轮，抢先发言，那不吃亏吗？大家知道，在这个三方的赛制之下，对申论的争夺非常激烈，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能不能最后一个发言来总结对方。所以在以前的比赛当中，最后一轮也出现过没人抢的这种情况，就开天窗了嘛。开天窗，但是乙方第一个选择发言是对的，如果倒数第二个人发言的情况下，就是最惨的。所以现在最关键的这个点就是丙方会不会为了报复和反驳乙方去抢发言。计划失败。大家好，咱们不妨就着乙方辩友刚才的发言接着说，我们年轻人真的是把自己的人生加码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了吗？好像不是吧。在飞速发展的今天，一个又一个年轻人把都行可以没关系挂在嘴边，意义、价值、梦想、期望，这些都成了他们避而不谈的词汇，然后缩起来获得角落里的满足。在日本，这是低欲望社会；在欧美，这是失落的一代。犬儒当道，意义不在，年轻人都在放下，都在随缘，那么又有谁在拿起呢？所以没错，我们的观点就是要去得到更多。在事业上，我们就是要入世；在感情上，我们渴望入红尘；在财富上，我们要赶下海。这就是我们的观点。因为在今天的世界里，依旧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有能力、有责任、有担当，拿得起。谢谢。不错。我们今天讨论的是面对人生的态度。甲方辩友说要丰满我们的人生是加量，乙方辩友说放得下是一种剥离，剥离掉不值得，人生才值得，是浓缩。这就好比喝一碗海鲜汤，到底是量大料足更重要，还是味道鲜美更关键呢？答案是，要看我饿不饿了。如果我累了一天饥肠辘辘，那肯定是量大料足更重要。可是如果我约了女生精心去赴约，那貌似美味醇厚要排在首位了。毕竟在量大料足的地摊上约会的话，是很容易万年单身的。随缘并非是消极度日，也绝不是得过且过。懂得什么是恰到好处，才能在纷扰的生活中，把每一天都过成精彩人生的一部分。谢谢。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分数怎么样。我有办法。怎么样？我们18分，1队17分，我们比他们多1分呢。刘彦泽没有针对我们，也不意外。虽然战术没有得逞，但毕竟分数还是领先的。开场我们总算拿下来了，就看接下来攻辩了。这个环节更看策略。感谢三方辩手的精彩申论。果然，在这第一个环节已经针锋相对、环环相扣了呢。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攻辩环节。这次从甲方先开始，任意选择一方或者两方进行攻辩，共3轮，每轮2分钟。有请甲方辩手。小鱼会选1队，我选择丙方辩友。又来了。对方辩友，您好。你好。随缘和拿起，哪一个更有可能让我们得到爱情呢？那您方认为呢？当然是拿得起，面对真爱勇敢直追的人才配拥有爱情，不是吗？林楠一句话就转守为攻了，这小鱼怎么又找到了？可是强扭的瓜不甜呢，光有拿得起的勇气有什么用呢？我说的是先得拿得起，能成不能成，当然还得看这俩人合适不合适了。合适当然重要，可有时候合适的人远隔千山万水，未必碰得到啊。碰都碰不到，那您方的问题是不是根本不存在呢？哦，合适的2个人又恰好碰到了一起，我们一般管这种情况叫什么呢？叫缘分，对不对？所以说拿得起是不是在缘分之后呢？又进套了。似曾相识，习惯就好。没关系，我们继续下一个问题。
您认为拿得起的本质是什么？一种敢于尝试的态度，但不知道随缘的本质是什么。随缘的本质是不预设立场。如果拿得起是敢于尝试，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尝试都是值得鼓励的呢？不是，但我认为面对人生的可能性，勇于尝试总是好的。如果这种可能性是一种恶呢？所以要看是什么可能性吗？所以可能性出现之前是无法尝试的，对吗？那又怎么样呢？那就是我方所说的不预设立场，也就是随缘。谢谢。下面有请乙方辩手进行攻辩，同样为2分钟。有请乙方辩手。我选择丙方辩友。请问随缘和放得下的区别在哪里？放下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无可奈何，随缘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好，那么再请问，小明考试没考好，安慰自己说没关系，多少分随缘吗？这跟放得下有什么区别？小明只是把头埋进沙子。难道您方认为放得下与自欺欺人是一个意思？我理解。好像也不是吧。同样的，随缘是关注于现有条件下做出最优解。如果小明没有自欺欺人，而是选择接受失败的现实，并觉得自己有极高的可能制定后面的学习计划，这个才叫随缘。我理解您方所谓的随缘，就是让我们没有任何的情绪，只是纯粹客观的做出反应嘛。不对，是理性。随缘既不是没有感情，也不是纯粹感性，而是用理性分析情况做出选择。马楠，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一队的立论。怎么啦？一队的立论简单到，除了定义没有论点。他们的定义随缘，就是不预设立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他们的论点，恰恰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是人生的最重要方法论。这太奸诈了。我来吧，还是我来吧？我对理论框架更熟悉，我来吧。好。下面是最后一轮质询，有请丙方辩手。我要对甲方以及乙方辩友进行攻辩。不是吧？这个规则可以吗？可以是可以，但是太少见了。甲乙双方很可能一起联合起来对抗丙方。对，没错，太会玩了啊！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这场比赛绝对是物超所值，精彩极了。所以欢迎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当中的二维码，加入芒果干视频会员，现在扫描还有8折优惠。请问甲方人生中所有东西都能拿得起吗？我方的意思是，只有拿起才有放下和随缘，所以大部分是这样的。再请问乙方是不是一切皆可放下？也不是，我方是说先要学会放下，才能更好的面对生活。那请问甲方如何拿起乙方口中的放下，乙方又如何放下甲方口中的拿起呢？很简单，乙方放下的，我方拿起就好了。所以甲方的拿起就错了，我方也是要劝他们学会放下嘛。可人生经常是拿起和放下，这里好像没有你方随缘什么事儿吧？哎，这个观点我方同意，不如这个环节就我们两方交锋，丙方随缘就好嘛。我相信两位都听说过西西弗斯的故事吧？他被众神惩罚，推着一块巨石走向山顶，可是巨石一到山顶就会再次滑落回山底，在拿起和放下间周而复始。正如甲乙双方的共识，难道这样痛苦的人生就是我们的追求吗？这只是您方一家之言，在加缪的戏剧《西西弗斯》中就批判了您这种否定努力的虚无主义，而像西西弗斯这样敢于对命运的悲剧和生命的荒谬进行反抗，本身就赋予了生命崇高的价值。我们的人生为何一上来就要如此悲怆呢？过好普通人的生活，难道就是一种怯懦吗？所以乙方拒绝道德绑架，甲方则不想让年轻人放弃奋斗。所以其实您两方一同告诉我们的就是，对于大多数年轻人而言，随缘才是最好的选择，对吗？不对，因为太精彩了，故意把攻辩打成1打2，居然还赢了。这个咱们有一说一啊，我看过几千场比赛，从来都没有见过。申论的优势都被拉偏了，而且整轮质询策略上都输给对方。我们16分，一队18分，乙方14分。就看自我辩论了。没事，要稳住。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紧张刺激的自由辩论环节。该环节每队发言时间为3分钟，各方辩友自由发言，直到时间用尽。
首先，我们有请乙方辩友，有请。庄子云：“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盈也，无不成也，无不回也。其名因宁，因宁也者，因而后成者也。”对方辩友，这是不是一种更高的境界呢？对方辩友，请您用现代汉语翻译翻译。还需要翻译吗？按照您方的观点，懂不懂随缘就好。上来就庄子啊，这个观众反应不过来，可能要栽啊。辩手没事掉书袋，不是没辙就是踩。越高的境界越是要慢慢修炼。对方辩友不要忘了，我们的辩题是先要如何，讲的就是人生的起步阶段啊。您方口口声声说着不要预设态度，可是又要大家预设一个没有态度的态度，您方是不是太自相矛盾了点啊？双重否定就是肯定吗？对方辩友，庄子的哲学是返璞归真，这为什么不能成为我们的人生指导呢？孟子的“虽千万人吾往矣”是不是一种拿得起的态度呢？孔孟的儒学统治中国2000年，敢问庄子的学说在干嘛呢？孟子的敢勇难道不正是建立在放下了自身功名利禄乃至生命的前提下吗？还是放下在先，对不对？按照乙方辩友的说法，敢于向前就是放下了向后，敢于努力就是放下了安逸。那是不是所有拿得起都是变相的放不下？那我可不可以这么说，所有放得下都是拿得起呢？所以你两方也别吵了，随缘才是第一位的。比如找对象，是不是就主要看缘分呢？自找群殴啊，这么嚣张！对方辩友，今天我们聊的是人生大事，请不要纠结于找对象这种事情，好吧？如果不找对象，您的基因就要终结于您这一生了。对方辩友，您可能不知道，中国男女比例为117比100，也就是说每117个男性有17个都是光棍。对方辩友，您随缘，您光棍儿啊？我觉得很有道理。拿得起是一种常识，凡事你不试怎么知道呢？如果所有事情都要试一遍，对方辩友可能需要向天再借500年了。人生哪儿来那么多试错的机会呢？我的一个朋友之前非常恐惧800名体测，可是当他最终勇敢地拿起来，却发现成功通过。人生路上逼自己一把有什么错？可是上限在逼高的同时，下限也在被逼低啊！为了几点多少人作弊，最终被开除？对方辩友，逼自己一把，最终是会逼出问题的呀！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人生先要如何，请问目的何在？人生的真谛到底是什么？对于每个人来说，人生目标都是不相同的，但是只有放得下，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面对人生目标的不同，随缘的灵活变通不套用他人的经验，难道不是最合适的吗？不幸各有各的不幸，幸福却总是相同的。您方不能只看相同而不看不同，难道您方在追求的是不幸吗？开拓大路通罗马，罗马都是一个罗马，但在西边就要往东走，在南边就不能继续向南。通往幸福的路径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而定，学不会随缘，只怕是离罗马越走越远了。哎呀，我要喘不过气来了。自由辩三方势均力敌，结合整场局势来看，就甲方和丙方有争夺冠军的实力。没错，其中这丙方啊还有一定的微弱优势，接下来就看他们能不能在结辩阶段巩固自己地位。那鹿死谁手，还看结辩。看不到了，挡着了。还有结辩，还有希望。可是，他们的结辩是刘彦泽啊。谁还没有失误？经过了这一场酣畅淋漓的唇枪舌战，下面就来到我们本次比赛的最后一个环节——总结陈词。总结陈词由丙方先开始，每方时间3分钟，有请。很抱歉，今天我们的执方既不能给大家带来催人奋进的呐喊，也不能给大家带来面对失败的坦然。我们似乎只能告诉大家，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一切随缘。今天拿得起一方不断地告诉我们挑战、去突破、去重新定义时，让我觉得他们能够拿起金箍棒扫清天下浊。当放得下一方不断地告诉我们去接受、去认同、去坦然面对时，让我觉得他们能够放下执念，立地成佛。我相信今天的这场比赛过后，在场的各位一定有人选择拿起或是放下。但是当情绪退却之后呢？夜深人静时，你真的能够拿起书本专注学习，守候凌晨4点的校园吗？又好像午夜梦回，你真的能够斩断情丝，放下那个陪伴你许久的前任吗？人世间的拿起和放下，真的就在起心动念的一瞬间，就能够得到回应吗？发现了吗？拿得起金箍棒不一定能扫清天下浊，放得下执念也没办法立地成佛。对方辩友觉得拿得起就能获得成功，放得下就能脱离苦海。可人生不随人愿的地方，恰恰就在我们只想到了开头，却没有想到结果。
那一路的坎坷，久久81难的磨砺，在最初，我们根本无法洞见。今天这场比赛，金句在挑逗，鸡汤在洗脑，口号在催人奋进，却也在麻痹着我们的判断。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一定有人能够拿得起放得下，但也一定有人拿不起放不下。既然如此，拿得起的成功不过是一部分人的加冕，放得下的坦然也不过是另一部分人的栖息。那些选择听从甲乙双方的劝诫，去追求拿起和放下的结局，不过是拿着旁人的地图游历自己的国度。这一本指南指得了你的归宿，却指不了我的去路。人生有彼时彼地，也有此时此刻，每一处风景都值得我们用恰如其分的态度去对待，但这就要求我们在遇见它之前别做判断。这就是随缘。这世界精彩的人生有许多种，但荒凉的只有一种，那就是照着别人的故事，没能过自己的一生。谢谢。本次比赛的结果已经在我手中，我来宣布，本次比赛的获胜方是东周财经大学代表队，让我们恭喜他们。这次表现真的很不错，论点很好。好了，你们今天跟一队啊，那是旗鼓相当啊。再说了，今年咱们把经验攒足了，明年再来呗，是不是？
豆腐奶茶，火锅，炸鸡，行吧？我没事儿，我就有点累了，回寝室睡一觉就好。是，你那么强大，肯定没事儿。要有事儿的话，就来南寝找我。知道了。今天打的是挺爽的，就是可惜了。记钱里就好。我把你的气息、你的谦虚，统统都删去，写一首情歌给